各位网友，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刘志友，来自中国哈尔滨，这是我的护照。我是一名同性恋者，是的，我是 gay，也是中国首位申请国家赔偿的同性恋者。在26年的人生里，我迫于社会压力，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性取向。虽然世界上对同性恋的包容度有所增加，但是整个社会还是对同性恋处在一种不理解的状态里，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尤为保守。我不敢告诉任何人，我怕他们嘲笑我和我的家庭，把我当成了变态和怪物。正因如此，我没有办法通过社会的正常途径来选择自己生活的对象，比如相亲，比如通过亲友介绍。我只能通过同性恋社交特有的软件来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，而且也不敢向任何人坦白。异性恋的恋情可以得到别人的祝福，而 gay 的恋情会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讨厌。但这就是我，人始终要接纳真实的自己，再逃避是没用的。无论这个视频会带给我多少恶意和批评，我还是会勇敢地走出这一步，因为我相信 LGBT 权利走了这么多年会开明的，相信祖国，相信国际。2018年2月23日，我在同性恋社交软件 Blue APP 上面结识了同性方面的网友高某。为了保护他的性取向隐私，我不说他的全部姓名。我是在一款社交软件 Blue APP 上结识的高某。高某在聊天软件上和我说，他和女朋友吵架了，想分手，因为自己不喜欢女人，喜欢男人。他想邀请我去旅店开房，和我发生性关系和讲述作为同性恋的压力。我很理解高某的心情，对女性没有兴趣，但是迫于社会压力，只能找女性作为自己的伴侣。出于同同理心和共情，我在过年深夜，在街上没有行人、没有车辆，并且室外温度-30°C的环境下，我还是硬着头皮赴约，因为我感觉他很孤独，很希望被开解。可是这一次赴约却遭遇到我这一生都无法挽回的约会暴力。高某开着车来接我，我下楼之后就感到极度害怕。高某劝我没有关系，他不是坏人。我将信将疑地上了车，并拍了高某的车牌号。在车上，高某告诉我他结婚了，和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不是谈恋爱的状态。这种前后矛盾的自我介绍让我感觉这个人不是很值得信任。但是既然开车来接我，我很难拒绝他。高某带着我在深夜的路上寻找旅店，他把我拉到一个很偏僻的旅店，还路过一个高架桥。在路过高架桥，我害怕到了极点，对他说要去哪里。高某说前面的旅店，并嘱咐我不要害怕。我们去了旅店，在高速公路旁边，叫做锦悦快捷宾馆。宾馆前台的人员并未登记高某的身份信息，便让高某进入宾馆入住。进入旅馆房间内，高某提出不戴安全套就发生性关系的想法。我怕染上艾滋病，被我拒绝后，高某很生气的出去购买了安全套。再一次进入房间内，高某提出了很多非分的性要求。我觉得这和高某在聊天软件里的可怜形象完全不一样。我很后悔赴约。他让我先洗澡，我拒绝先洗澡。于是高某就露出凶恶的态度，他和我说：“让你出来你就出来，你真的很随便啊！”边说边冲我过来，殴打我，拽我的头发。我吓坏了，立即掏出手机报警，并报告他的车牌号。他看到我报警后就离开房间，离开时冷笑说他的车牌号是假的，威胁我走出房间后会杀掉我。后来警察查他的车牌号，果然是假的。
我被这一幕吓得浑身发抖。高某通过社交软件 Blue APP 一直恐吓我，说警察不会管我的，今晚就要弄死我，像我这种恶心的同性恋不配活在世界上等等，一直恐吓我2个多小时。明知道我害怕，还一直恐吓我，对我精神折磨。在这期间，我不停地拨打报警电话，但是警察就是不到旅店现场来。我通过互联网查询到管辖派出所的电话，哈南派出所，却遭遇到值班警察的拒绝出警。这个警察姓穆，我不向互联网公布他的身份，暂时使用穆某来代替。穆某不但不到现场调查情况，还让一个没有执法权利的人来代替他询问执法。我不相信这个人，但是穆某就是不听我陈述报警的具体内容，狠狠地挂了电话。最后我恳求穆某过年来救救我，可是遭到的回答是：你还知道过年吗？说完挂断了电话。最后在情急之下，我不敢出门，怕被高某杀死。我从3楼跳了下去，摔至全身多处骨折，最严重的是膝盖和大腿全部粉碎性骨折。后来是这个穆某来作为我的办案民警，他拖了2个月之久才抓到高某，而且我和穆某说，高某通过软件恐吓我的，但是穆某就是不收集软件内的恐吓信息，即便扣押了高某 iPhone 6S 手机，也还是不收集。他就是要掩盖我受害的证据。高某在2018年4月27日只被行政拘留3日，而家里面知道我是 gay 的时候，却感到我很恶心，不让我和任何人讲述我受害的情况，认为这是巨大的丑闻。我认为我的伤害，警察负有很大的责任。我在2018年10月10日向地方政府申请国家赔偿，已经取得2级行政机关的国家赔偿文件，准备到法院起诉国家赔偿，并且附上我相关法律文件证据，请大家关注。我呼吁全球的网友可以关注同情 LGBT 群体的权利。我遭遇到约会暴力，后期警察不出警，得知我是同性恋后，故意拖延办案，还不收集最重要的证据。LGBT 真的很弱势，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得到政府的保护、政策的支持，但是社会上对 LGBT 的权利还是漠视。希望大家可以关注、同情、包容和理解。我会在 YouTube、Facebook 公共主页、Instagram、推特上公布证据和动态，请大家关注。这些账号都是一个名称：爱笑的火烈鸟 Laughing Flamingo。Laughing Flamingo， 请有兴趣关注我的故事的朋友们搜索，谢谢大家。